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向美方明确提出中美关系3条底线，其中就包括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外交部周二表示，中美天津会谈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相互了解。外界分析认为，此次中方在会谈中不仅做到了平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美国上了一课。对于后续的中美关系，外交部强调，希望美方改弦易辙，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下午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王毅表示，美新政府总体上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极端和错误对华政策，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出现上述问题，归根到底在于美方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敌手方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企图现在不可能实现，将来更不可能实现。王毅指出，为管控好双方存在的分歧，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乃至失控，中方向美方提出了3点基本要求，也是中方坚守的3条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取消对华实施的所有单边制裁、高额关税、长臂管辖以及科技封锁。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反疆独、反藏独、反港独是大是大非问题，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奉劝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慎重行事。美国外交包括对华政策建立在美国独特基础之上，这一点呢，要进行改变很困难。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要在对华政策中间，严格遵守我们给它限定的3条底线的话，很困难。这也预示着，美对华政策未来冲突色彩还会更加浓厚。据新华社报道，舍曼在与王毅的会谈中表示，美方无意限制中国的发展，也不想遏制中国，乐见中国实现发展。双方可以开展良性竞争，在应对气候变化、禁毒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进行合作，增强危机管控能力，避免发生冲突。美中作为2个大国，即便有分歧，也可以通过负责任方式进行沟通和讨论。舍曼重申，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在对华外交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说和做不一致的这样的一种毛病。美国这样的一种表面上说不遏制中国，而实际行动中间又是遏制中国的，而且呢对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进行一个选边站队的一个拉拢，这样的一个作为，最终导致的不仅仅是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区域的分裂和对抗格局的出现。美国国务院发声明称，会谈中，舍曼向河南极端降水的遇难者表达美国诚挚的慰悼。舍曼强调，美国欢迎与中国激烈竞争，但不寻求双方冲突。同时，舍曼还提到香港、新疆及西藏议题。美国国务院此后举行的背景简报会上，一名资深官员说，舍曼与王毅、谢锋2人的会谈坦诚、直接，有时艰困。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一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证实，中美天津会谈的议程并未谈及中美领导人会面。普萨基说，我们期待有机会进行接触，但在本次会议中并没有谈论到，那也不是本次会议的目的。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撰文称，从内部人士获知，会谈是由美国在5月份最先提出的。谁曾想，美国之后就揪着来与不来加戏，一直强调与中国外长会见，竭力营造中方很重视这场会见的氛围。实际上，与美方正式会谈的是谢锋，会见舍曼的王毅最近行程满满。这次在天津原本有其他的外事活动安排，见舍曼只是礼节性的流程。访华，中国一直静观其变，而美国嘴上扭捏，身体诚实。对于舍曼此次访华整体评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表示，舍曼此次天津之行是继安克雷奇对话后，中美间又一次重要外交沟通。尽管舍曼女士只停留了24个小时，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与其会见，谢锋副部长与其会谈的时间加起来有6个小时。应当说，双方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
相互了解。回顾整个中美天津会谈，中方立场得到有力宣示。周一上午，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同舍曼会谈时就批评美国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下午，王毅会见舍曼时明确提出防止中美关系失控的3条底线。王毅此前还表示，如果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那么我们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给美国补上这一课。赵立坚周二强调，外交中有分歧和交锋不足为奇。双方都认为会见会谈是坦率、深入、建设性的，都认为中美保持沟通非常重要，双方需要开展更多开诚布公的对话。此外，在周二记者会上，有法新社记者就秦刚副外长是否于今天前往美国担任新驻美大使提问求证。对此，赵立坚回应感谢关心，称将适时公布有关消息。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东认为，中方在这次会谈中不仅占据了主场，更占据了主导。中方在会谈中不仅做到了平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美国上了一课。这表明中方对与美国打交道态度的一种重要调整。中方在对美政策方面将会更加直来直去，直接坦率地与美方谈我们的核心关注，对于纠正美方在涉华政策处理中间的模糊认识是有帮助的，从而使得美方在对华政策处理中更加谨慎，更加多的去考虑好中方自身感受。德国新闻电视台的分析也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在对美政策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中国常常在美国攻击中国后才采取回应。但是这次中方的做法明显和过去有所区别。分析认为，这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如果美国依旧采取强硬政策，中国也将奉陪到底。美方毫无疑问会对新产生出来的这个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些新的现象进行重新的评估很可能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内部评估方面要基于舍曼这次访华所得出来的感受进行矫正，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奢望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会因舍曼对华的这次访问而改变，这是不可能的。尤其让外界震动的是，中方在会谈中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错误的清单，另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这被认为是中方史无前例的举动。香港南华早报认为，这是中方首次为中美关系画下红线，并明确向美方提出修复关系的补救措施。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北京简报会上，美国资深官员不愿直接回应清单话题，但强调舍曼将这些议题都很实质又有建设性的提出了，而这样的讨论是很健康的。跟美国拉清单，那么美国毫无疑问是很不适应的。美国对外交往中间，往往是美国给其他国家拉清单，而这次他们很不习惯的看到中方在向美方拉清单，这样拉清单的这样的一种对美外交实际上呢，也有助于美方关注于中美关系中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产生结果导向的成果，从而使得中美关系的种种的障碍能够逐渐的被清除。对于中方后续如何展望此次访问后的中美关系，赵立坚周二表示，中美关系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希望美方改弦易辙，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两国是好事，对世界也是福音。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有外媒解读中美天津会谈充满火药味，但外交部发言人称中美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相互的了解。那么您如何看待今后中美关系走向？对王毅划定中美关系3条底线，您又如何解读呢？主持人好，这次中美天津会谈呢，我们既要看到激烈的争斗，也要看到呢双方能够坐下来坦诚对话，双方呢都开出了具体办事的清单，说明呢
中美关系呢还是有希望回头。我们先看双方的共同点，中美呢都认为天津会谈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外交上呢也有时呢也把话说到家，反而呢会激发双方呢都三思而后行。另外一个共同点是，双方呢都表示不希望进行激烈冲突。王毅说呀，这个中美双方谁也取代不了谁，谁呢也打倒不了谁。中美关系的前程呢，就是应当通过对话找到一条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呢和平共处之道。如果呢能够互利共赢，当然就更好。舍曼说呢，有一些事情呢超越具体的分歧，是大国全球性的责任，不希望呢竞争转变为冲突。天津会谈呢还有一个细节是，美方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呀，这个舍曼呢是私底下呢表达美国的关切，这个姿态呢显得比较低，可能呢是美国意识到呀这中国不好惹，那么先恢复正常的对话再说。一些观察家呢也认为啊，尽管这个中美天津会谈充满了火药味，但是呀，这个中方呢既然已经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就表示呢有意愿同美国坐下来解决问题。美方呢也提出在气候变化、朝鲜问题等这个领域需要合作，那么就可以说呀，这个两国呢已经迈出了协商的第一个小步，甚至可以说，这个互有所求的两个国家呢，已经借着天津会谈开展了新阶段的磨合期。当然呢，我认为啊，这个中美关系能否转换呢，关键呢还是要看美国呀能否对中国提出的三条底线严肃对待。当然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啊，中方所设定的三条底线，清楚地向美国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这或许呢有助于两国呀找到防护栏，以避免呢日后激烈竞争会演变成冲突。好的，谢谢陈平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